Hello， 今天跟粉丝朋友我们去广州，沙河这里逛一逛。对。这位粉丝朋友是从事电商有多少年了？我想一下，那如果你算的话，那得10来年。今天就跟着你当我的向导啊。朋友，好奇怪，干嘛你们做电商的都喜欢拿这个黑色袋子吗？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装衣服啊，装退货，还有等一下拿的货就全装在里面。你没看到，基本上拿个这个的，你看，大包小包，基本上这个有个统称叫黑袋子。黑袋子就都是拿货的，做电商的。哦，就是你们电商人标配，就在这边干这行的标配。干嘛一定要挑黑色的袋子呢？因为老板都是统一配黑色的嘛，这些都是老板给的嘛。档口老板给的。对，就这些档口老板，你看全都是一般，他们都是黑色袋子。哇，这边电动车好多哦。这电动车停在这里收费吗？不收费。你今年要退多少件衣服啊？今天那得7、8件吧。现在淡季，退的少，拿的少，退的少。现在我们准备去退货。跟谁报单给我的？大云。大云，那就让他联系我，我是他就好了。OK。有的退货，他就是谁报单退谁，然后有的退货他就直接退现金给你。他怎么知道这件衣服是他们家的货呢？他卖的啊。我在他这里拿的啊。就我现在是边拿货边退货嘛，我还要拿货嘛。哦。就比如我在他这一家拿嘛，拿之后卖出去之后，然后咱们网购退货不是很正常？按人家退回来之后，我就把货退给他，就相当于自己不用承担很大的风险哦。对。那你这个好，相当于无本买卖了哦。以前好，现在不好，现在退货率太高。女装的退货率一般现在能达到多少？现在啊，也正常，像我那群里的交流，正常是做得好的是40%，做得不好的是70%，退货率。70%还有的赚吗？看利润吧。以前视频里面有讲，如果你一件利润加得多，你自己划得来，还是有赚点。但是一般你如果说70%，按现在说赚钱的比较少。一般你要赚钱，像我们这种加价加的不多的，一般就要控制在40%左右，才有钱赚。啊，看到好多你的同行啊，都背着个黑袋子。对。这些档口老板基本上你都熟悉了。也不熟悉，就经常有合作的。其实你不用熟悉，比如说我上他家的货，我来了就找看他是哪个档口的。你看他国头345，他网站上有写嘛，你就会备注好微信，就直接对。拿货。现在一般都是直接加他微信，然后就说我等一下要这件货，你有没有？他说有，那你就说好，我等一下过去，然后就来到他档口，然后他上面有个号码嘛，来个就报个型号嘛，就 OK 了。就是你每次去选一款，就是先上网站选，对，选好之后来实体档口来拿货，卖出去再拿。然后卖出去再拿。对，卖有成交再拿，不然拿在家不就是积压了吗？那你这个是空手套白狼啊！你也可以这样理解。拿货直接报型号，一般档口也就6个平方左右。OK。你看，像我刚刚就我报一件嘛，他拿给我，然后我刚好他档口我有一家退的，就刚好货款抵掉嘛。如果价格一样，就刚好抵掉。像他们这边档口的租金贵吗？贵啊，这2年还好吧，不算贵，因为这2年像网批，因为受行情不好。以前我刚做这行的时候，我们现在2个人是这个点是走不动道的，就是人挤人对吧？人挤人的，然后货都要抢的。你有体验过以前09年的那个上下9的状元坊吗？没有哦，就是那种很人挤人的。
现在大多数像我们做的多的，我们都直接在网上买货，就偶尔每天像差不多100，像如果订单一半订单都是在网上买过来，然后一些着急发的订单就过来这边拿。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批发城市嘛。对，就它这个网站上，刚刚我们一条龙，我开电动车载你下来的那几个商场，全都在上面上，然后你就再选。你卖啊，不一定是同个商场的嘛，会不同商场的，所以我每天自己有一套拿货规律，我就是从排好之后从上拿到下嘛。每次要来这边退货，然后都要规划好你的最优路线。对，拿得多拿多拿熟啊，就这样。如果你说拿1、2件那无所谓，但是拿10来年了。其实你采访错人了、啊，我生意不好，你应该采访那些生意好。不过生意好的到现在都是找一些小弟自己过来拿，就员工。你看这些就是人家生意好的。你们做服装行业最好的年份是什么时候呢？最好的年份啊，我觉得你加入这一行，生意最好的时候。最好的时候就刚做淘宝那，就应该是12年吧，12年到18年，那时候是最好的。现在生意不好是同行太多了，还是价格太内卷了？价格太内卷了，而且现在的网购行情也不好，各行各业退货率都太高了，都是帮平台打工，现在就基本上过个日子。就是以前干一年能赚过50、60万，能赚到吗？没细算过，但是感觉钱肯定还是有赚到的，但是赚的没别人多。像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我就说我那朋友啊，他去年买了套房子，1000多万，也是做我们这行的。你就做你们这一行能赚1000多万？他买套房，这边每一个档和他所卖的那个款式不一样，不同地不同款式。每次来就是报这个代码货号给他啊。对。装好，一定装到黑色袋子，避免被同行知道你们家卖的最火是哪款。这没关系的，像我卖的好不好，他怕人家抄的，因为你销量好的，像在淘宝网、拼多多网，你直接搜索看哪个款式销量最高，然后你就拿这个款式去网站找，就去刚刚我说的 VVIC 上找，搜出来之后哪家档口有，你直接去拿，你不一定价格低就能干得过那个销量高的啊。就是不怕别人跟款。你想一下，比如说他那个销量第一的月销量1000件，比如说他卖78块，哦，那你就想，那我要卖款跟他一样的，然后我前期我没销量，那我就卖58保本来干他抢销量，对不对？那你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，你看到一个58的没什么销量的，还有一个78的月销量1000多笔的，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，你会选哪个？我肯定选多的那一家。对啊，所以说不一定说低价就能干得过人家。很多我们刚想做这行的人就老是这样讲，先低价跑量嘛。但是你低价不一定跑得过啊，而且很多人他没有那个实力，你在跑你量还没跑到的时候你就倒闭了。像我群里面很多都是这样的。就是新手小白想着一夜暴富。对，以前可以，但是现在我说句不好听的，现在如果你还打算干电商，又是小白，你就得脚踏实地，先找个公司，找个电商公司去熟悉一下，不要想着我拿几万块就来搞，我跟你说会血本无归的。以前可以，现在真的不太建议，特别是做我们女装的。哎呀，那以前10几年的，10几年如果来沙河做女装，10几年的，就算你是个没什么文化，你只要稍微懂一点电脑的，
你随便上，随便卖，你只要稍微肯吃苦一点，每天有卖就过来拿货，像我这样啊，基本上都是能赚到钱的。发财咱们谈不上，但是肯定比普通的上班族强，因为我周边太多朋友那个年代做的，买车买房都不少的，只要你赚到钱不乱花，还有勤劳点，基本上那个年代都能赚到钱的。我周边的朋友全都是做这个的，就像前几年都赚到钱就没有说生活压力那么大了，就说每天还要去就不是像现在很容易就说失业嘛。但是他们现在起码就不用害怕说动不动就失业，起码有家店，然后像每天像我们现在当然生意没以前好，但是起码就还是过个日子还是够嘛，对不对？就压力没那么大。现在新手小白想入你这一行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首先不要随便就想着投资，还是得肯吃苦，还是得不能偷懒，真的。因为很多人干我们这个，光有一腔热情。你要明白，像我们做电商的，你现在不像以前，现在人多啊，你店开起来不一定马上有生意的。像你又没技术，你就换个角度讲吧，你是一家新店，没什么人，那人家正常客户去到你店里，也不会走进去啊，肯定也要走去那些热闹点的店啊。新手小白很多就熬不过1个月，因为他每天没生意，又没流量，就他的店没流量，然后一没流量他就没心思搞。我开车啊，推广啊，烧钱推啊，死得更快。你这样死得更快，而且你开车哦，你懂开车懂推广，这个还好沟通点。你开车不一定你开了就有流量，就有转化。这方面都是要学习的啊，都是要靠这么多年靠经验积累的啊。现在这2年不是说你开车就能赚到钱，如果放在4年前可以，但是你放在现在，那也不是绝对啊，毕竟很多做得好的还是有一定技术的。但是对于真的小白来说，我是不建议开车，因为很多小白本钱就几千块。然后你开车每天看着老是扣100-200，然后订单又没多少，然后赚的还不够开车的钱，那个时候那个内心是很煎熬的，因为你一方面还没看到钱，一方面每天又老是100-200，因为你一推广出去钱马上是扣的，但是你确认出货又有一点时间，然后女装的退货率又高，你新手你又不懂得选款，又不知道哪些款好卖，然后你等一下一不小心还上到个侵权的，然后还被人告啊，对不对？像新手的，我前面我的视频里面都有讲过，让他们怎么弄。但是很多人就是懒，他不看，他就是想问想。2件吗？啊？很多新手有致命的弱点就是想着一开店就爆单，一爆单就发财，但是不可能，不现实，真的。哇，我感觉干你这一行哦，还得体力好啊。对，以前生意好，每天扛2-3包就是那种大包的，现在不好就这样。哎，你上次退的有个衣服退不了，哪个？是哪一件呢？我问你啊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档口老板都很年轻？对，好年轻，好漂亮，有些小妹真的好漂亮，颜值超高哎。这些老板都是很有钱的。像他们单的一个这个档口是按月付的还是按年付这个租金啊？好像有看情况，有看不同商场，有的商场是按季度，有的商场是按1个月。像我们刚刚就逛了3个商场啊。他一年要50-60万这个租金嘛，像这个6平方米左右。有的商场要看不同商场，像刚刚前面第一个商场那个就贵一点，那个叫国投啊，
你没发现人流量多一点？哦，对，然后多很多，这边就人流量少好多。然后这边就少好多，这边的租金就便宜点，因为这边要走的比较远。我也感觉到了。像咱们沙河服装商圈，大概有多少像你这类的电商从业人员？哇，那这个我没数过对吧？那估计得很多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，你去搜索淘宝搜索女装，然后发货地是广州的，基本上90%都是在这边拿货。那很多哦。对，然后现在分流啊，现在很多老板扛不住广州这边消费高一点，然后很多都回老家了，像有的回湖北，有的回潮汕。潮汕那边也有服装批发？不是，就那边做货，然后每天晚上发货到广州，发货到浪口这边来代发是吗？一件代发？就拿给我们。他像你刚刚一开始说的中大嘛，那边现在成本高了嘛，他们现在有的老板就要控成本，他就给发到老家那边去工厂去做。但是怒江中大那边，他制作衣服速度很快呀。对呀。你晚上拿不过去，白天就给你出货了。对，很多现在拿的，还有现在白云大园那边也是一个根据地。你看，像最近我基本上拿完这是最后一家，拿完就搞定了。所以我才说最近如果你要问的话，我就一般半个小时就搞定。你拿完货回去，然后自己在仓库打包发货。像我们做这行的，一般就2人嘛。2人控成本嘛，然后也省心嘛。你一天自己发个100来单。那这种状态是最好的，你不用再请什么美工啊、运营啊。这些我们自己都会啊。那些是大店的。那有些不是小白家里面是富二代嘛，拿个20-30万，我靠，先开始美工、运营啥都请。这个就是我前几天视频说的问题，说有的人为什么老是做电商亏钱？其实他一开始就把自己可能也稍微懂一点，但是没有了解好市场，就把店啊、租金啊什么的都给没控好，控成本哦。对，像我们做这行就是赚到钱的都是控成本。那退了。你又薅了一个黑色袋子。这是我的。给你第一个。好像我这个